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。有没有一种国家让你刚落地就想赖着不走，待够3天又想拍桌子吐槽？马来西亚对中国人来说就是这么个磨人的小妖精，爱起来恨不得把它塞进旅行箱带回家，恨起来又觉得它自带气人 buff。偏偏这两种情绪还能同时存在，比榴莲的甜苦还拧巴。今天咱就扒一扒这份又爱又恨的南洋情节到底藏着多少是是非非。先说说那股子让人上头的爱，首当其冲就是不用翻译的安全感。你敢信吗？在吉隆坡磁场街，我用粤语点份烧腊，老板能跟我唠10分钟家常。在槟城老街，卖乐沙的阿姨看见我举着手机犹豫，直接用普通话问要辣还是不辣。街头巷尾的中文招牌比英文还密集，连便利店的价签都标着简体字。那种刚跨出国门却像没离开家乡的错觉，谁懂啊？对比去某些欧洲国家，连个厕所标识都要猜半天，马来西亚这波语言包容直接拉满。更绝的是美食，这简直是中国人的味觉舒适区 plus。 你在这儿能吃到比广东还地道的烧腊，比福建还够味的肉骨茶，甚至连云吞面的汤底都带着老南洋的讲究。关键是性价比，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人均100多，街边摊10块钱的椰浆饭能吃到撑。不像在新加坡，买杯奶茶都要换算汇率肉疼半天。我有个朋友去马来西亚，每天从早吃到晚，回来体重长了5斤，还嘴硬说这是文化熏陶的重量。最妙的是饮食的融合感，早上啃个马来人的椰浆饭，中午吃华人的炒粿条，晚上来顿印度人的咖喱，一天之内环游味觉东南亚，这种快乐谁能拒绝？还有那该死的慢生活节奏，精准戳中内卷中国人的命门。咱在国内是闹钟响3遍还得100米冲刺赶地铁，到了马来西亚，连出租车司机都能一边开一边跟你说慢慢来不急。在槟城的老咖啡馆里，当地人能抱着一杯白咖啡坐一下午，看报纸唠嗑，连时间都像被调慢了倍速。我第一次在云顶高原遇到这种场景，内地游客拿着攻略，恨不得一天刷完所有景点，拍照都要抢角度赶时间。而本地华人就坐在角落慢悠悠品茶。导游跟我说，你们内地游客拍照比赏风景认真。这话听着扎心，但确实是事实。那种卸下紧绷神经的松弛感，是多少人在国内求而不得的。也难怪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把这里当作第二家园，靠着10年居留签证把孩子送来读书，自己也顺带过上了下午喝咖啡，傍晚看海景的神仙日子。最让人动容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倔强坚守。你很难在哪个国家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能把母语文化保留得这么完整。这里有独立的华文教育体系，哪怕没得到政府完全认可，生命力却比公办教育还顽强，连教材都带着浓浓的中华味。中秋节的灯笼，春节的春联，端午节的粽子，在华人街区比国内某些城市还热闹。我在槟城参加过一次华人社团活动，第3代华裔陈先生跟我说，他们社区宁愿拒绝高价房地产开发，也要保住老街区的文化脉络。坚守让我们这些内地人既敬佩又亲切，仿佛在异国他乡找到了文化的落脚点。更别说郑和下西洋留下的三宝庙、三宝井，南侨济公在抗战时打通滇缅公路的佳话，这些历史纽带让这份亲切感又多了一层厚重感。但别着急沉浸，马来西亚的恨点也来得又快又直接，分分钟把你从温情滤镜里拽出来。首当其冲就是那让人崩溃的办事效率，简直是慢生活的反面教材。我朋友去办手机卡实名认证，跑了3家电信店才搞定，每家店都有不同的说法，一会儿说系统坏了，一会儿说材料不全，最后还是靠本地华人朋友帮忙沟通才解决。还有一次我订了酒店，确认单都截图了，到店却被告知系统没同步，让我重新支付，折腾了1个小时才入住。更绝的是打车，软件上显示的价格，司机到了之后能随便加价，说油费涨了，路不好走。你跟他理论，他就笑眯眯的说慢慢来，不急着走。那种气到想发火又发不出来的感觉，谁体验过谁懂。再说说那绕不开的种族政策，这是中国人心里最复杂的一根刺。马来西亚实行土著优先政策，马来人在教育、就业、买房上都有各种补贴和特权，而华人哪怕贡献了90%的税收，在政治权利上也始终被区别对待。这种差异不只体现在制度上，还藏在日常细节里。你在某些服务场景，华人面孔可能会被态度冷淡对待，反而外国游客能享受到更热情的服务，甚至连恋爱结婚都有壁垒。76%的马来学生拒绝跨族恋爱。
理由是宗教差异、家族压力。有马来年轻人直言，和华人结婚，爸妈会把我踢出族谱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华人占比从建国时的32%跌到了现在的23%。出生率低加上年轻人移民，族群张力像一层看不见的膜，你不深入接触根本体会不到，可一旦感受到，就会觉得那份文化亲切感里藏着太多无奈。还有那种语言相通却文化不通的割裂感，比鸡同鸭讲还让人别扭。我们总觉得同宗同族就该心意相通，可实际接触后才发现差距大到离谱。内地人说话直来直去，砍价就说能便宜点不？而马来西亚华人更习惯委婉表达，会说这价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。我们聊天总爱聊股票、基金、创业机会，把赚钱当成头等大事。他们却对快速发财很谨慎，更愿意把钱投在房产、定期存款这些安稳的地方。还开玩笑说你们内地人好像永远在赶时间赚钱。最让我意外的是身份认同。第二代华裔李先生跟我说的一句话，至今不是没回故乡的中国人，也不是纯粹的外国人，而是有着独特文化背景的群体。我们以为的亲近，在他们眼里可能是一种越界。如果你动了移居的念头，马来西亚会给你泼一盆更实在的冷水。网上吹它是养老天堂，说消费低、医疗好，可现实是公立医院排队能排到天荒地老，私立医院价格堪比国际水准，一场大病就能让你钱包见底。作房市场更是混乱，很多房东不签正式合同，押金不退，随意涨价是常事儿。外国人没什么话语权，出了问题只能自认倒霉。治安问题也不能忽视，夜间街头劫案、入室盗窃偶有发生，警察响应速度慢，华人因为看起来有钱，还成了高频目标群体。那些说逃离内卷来马来西亚的人，大概率没体验过在这里办一件事要跑5趟部门，没感受过夜间步行的不安，更没经历过种族差异带来的隐性歧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对马来西亚的爱与恨，本质上是对理想与现实的纠结。我们爱它的温情脉脉、文化亲近、慢生活质感，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快节奏生活里缺失的。我们恨它的效率低下、制度不公、文化割裂，是因为我们带着同源同根的期待，却发现它有自己的规则和壁垒，根本不会按我们的想象运转。就像有人说的，马来西亚很欢迎你去旅游、去消费、去点赞发帖，但它并不那么欢迎你久留、你深入、你提出期待。他的热情很多时候是旅游经济训练出来的。服务员会笑着招呼你，可你多问2个问题，他就会失去耐心。景点服务做得很到位，但价格都是游客版，翻2倍都算客气。我有个在马来西亚待了5年的朋友，总结得特别到位。这里就像榴莲，爱的人爱到骨子里，恨的人闻一下都嫌臭。可你要是愿意剥开那层刺，才能尝到里面的甜。我们敬佩马来西亚华人在夹缝中坚守文化的智慧，却也心疼他们身份认同的挣扎。我们享受这里的美食和松弛，却也吐槽这里的低效和不公。我们带着回家的期待而来，却最终明白熟悉不等于融洽。其实哪有什么绝对的爱与恨，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复杂情感不过是2个国家、2种文化、几代人的碰撞与纠缠。它有让人卸下防备的温柔，也有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。有血脉相连的亲切，也有观念迥异的疏离。我们不必用好或坏来定义它，就像不必强迫自己只爱或只恨。毕竟，旅行和相处的意义，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，而是学会在不完美里看见真实的风景，理解不同的人生。下次再有人问我马来西亚值得去吗？我会告诉他，值得，但要带着清醒去。去吃那碗地道的肉骨茶，去感受老街区的慢时光，也去接受它的不完美。毕竟这份又爱又恨的纠结，才是马来西亚最独特的魅力啊！就像我们的人生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，那些拧巴的、复杂的情绪，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体验。最后说一句，如果你想体验既像回家又像异国的奇妙感觉，马来西亚绝对是首选。只是记得，出发前别带太多滤镜，带上耐心和包容，还有一颗能承受甜与苦的心脏。毕竟，南洋的风里不仅有美食和风景，还有太多说不尽、道不明的是是非非，等着我们去遇见、去感受、去释怀。谢谢大家收看《是是非非脱口秀》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